续上了8天形速冲刺班，心脏撑不住了。飞袍补子，大夏朝吏部侍郎，别人穿越都是要饭，我直接开局全力中。陛下明鉴，江南大水，道路冲毁，那200万两赈灾银款的亏空，非臣等贪墨，求陛下开恩啊！每次都是天灾，200万两白银就这么蒸发了，满朝文武就没人能替朕查清这笔烂账。这种低劣的数据造假，放在现代行测里连个易错题都测不上。这群拿高薪的古代官僚，全是学渣呀！臣有本奏，尚书大人欺君罔上。根据司农司邸报。今年受灾田地80万亩，同比下降20%，而朝廷的赈灾款基数环比上平15%。套入机期、限期、跨期公式，就算按你说的最高阈值损耗扣除，银两依然溢出整整150万两。你告诉我，这凭空消失的钱是被江南的王八吃了吗？你胡说！陈爱卿，你这什么机期限期的，朕听不太懂。跟古代人讲统计学确实有点超纲，得来点实在的。近3年江南赈灾银发放记录与申报损耗对比，申报损耗从未低于实际发放。臣查，给朕查烧他的家底，一分不少给朕找出来。封建王朝，哼，今天就让你们这帮老古董见识见识，什么叫考功大魔王的实力。陈侍郎休要猖狂，算得出死账治得了活水吗？如今江南流民四起，灾荒难平，你若真有大才，你倒是告诉陛下，这烂摊子该如何收拾？莫非你只会毁人，不会建树？治水安民有何难？不过是执行4步走战略。第1步，建章立制，说人话，责令江南各府县一把手立下军令状。10日内安置灾民，办事不力者就地免职，此为稳基层。第2步，绝不白养流民，变施州为以工代赈，用抄家省下来银子做工钱，招募流民去修筑损毁的堤坝。什么叫以工代赈？就是让他们干活换饭吃，不是白养，这叫激活劳动力市场。第3步，引入民间资本，特批参与抗灾的富商3年通关免税，借力打力。第4步，设立盲查监督机制，允许民间删赏首告。陛下，第4条是要动摇国本。宗正大人，您这么怕被告，是不是经不起查呀？你谁敢在这个节骨眼上贪1粒米，诛9族，此为立国法。好一个以工代将，好一个4步走！朕听了30年废话。今天终于听到了一套能直接落地的人话。陈爱卿，这治水大政，朕即刻交由你全权督办。谁若敢阻拦你，朕剥了他的皮。拿捏，这才是满分申论答卷。国师之位，老子要定了。陈爱卿真乃治世神人。唉，满朝文武终于有了个干才，可朕那几个只会斗鸡走狗的废物皇子，怎么全是蠢材啊？陛下有旨，封陈大人为太子太傅，即日上任。什么？让我去教那4个奇葩？这剧本是不是拿错了？行吧，差生我见多了，这4个能有多差？陈爱卿以雷霆之势稳住江南，朕心甚慰。唉，可你看看朕那几个不成器的逆儿。朕100年之后，这大夏江山怕是要被他们败光啊！哎呀，这1000两银票烧出来的火，烤出来的鸟肉就是脆生。嘿，这树长得真碍事，俺给它连根拔了，挪个坑。消失配比还是不对，下次直接多加2成。混账逆子！今天太傅的书房不去上，又在这里炸假山拆家，大夏皇族的脸都被你们丢尽了！哼，父皇，那些老太夫教的什么《论语》，全是酸腐烂谷子。
听他们念经，岂不是浪费本王的生命？无药可救的加强版废柴刺头营。陛下，教皇子这种事，还是请奴子见继承。他们都被气跑了。陈爱卿，你刚才得罪了户部、刑部、宗正司3位重臣，你觉得没有朕撑腰，你活得过今晚吗？臣领旨。这才对嘛！老狐狸，你敢威胁我？行，我把你儿子们教成我最满意的样子。他手里拿的什么？想当皇帝，先通过本太傅的大夏过考行政能力测试，什么乱七八糟的，本王才不及格的，去御膳房挑大粪。二弟，他好像比太傅们可怕。怕什么？今天是你们最后潇洒的时候，明天都给我滚过来上课。茶生我见多了，收拾你们跟玩似的。哼，去查他的底细。查他干嘛？俺觉得他挺带劲儿的。你懂什么？你刚才不也抖了吗？孙书生躲得挺快，这里是皇子的地盘，少拿孔孟之道来烦我们。哪儿来的滚回哪里去！烧的就是你们脑子里那些思想钢印。敢烧老子烤红薯的柴火，俺一剑劈了你这孙子！今天考第1道真题，真假话逻辑推理。甲说乙偷的，乙说丁偷的，丙说我没偷，丁说乙说谎，4人仅1人说真话，谁偷的？就这，本王3岁就会。甲说乙偷的，那肯定是甲偷的。贼喊捉贼。太绕了，这什么鬼画符？俺受不了了，我这就拿真刀去把甲乙丙丁4个王八蛋全砍了。不对，这里应该是连向这里，这样就通了。还好没脏。这题有问题，乙和丁的话怎么都对不上。经典题做不出来，怪题有问题。找矛盾闭环，乙和丁的话互斥，必有一真一假。那然后呢？唯一真话在他们中间，所以甲和丙说的都是假话。丙说我没偷是假话，凶手就是丙，所以是丙偷的。对，那早说，绕这么大圈子，这叫推理过程。这表情跟我第一次做刑事真题时一模一样。这是什么？今晚每人做不完50道，全体去御膳房挑大粪。挑大粪和这个比，我宁愿饿着。俺脑子要炸了！闭嘴，别朝本王算题。这题选 C， 选 B， 你怎么知道？因为甲和丁的逻辑关系是：明天还要上课，上个鸡毛的课！我去御膳房了，俺受不了了！这什么破题？甲乙丙丁，俺一个都不认识，凭啥说俺偷的？理论课坐不住，那就换种方式。今天不上课了，跟我走。去哪儿？后山，让你干点实在的。先生，您带俺来这儿看石头，这玩意儿有啥用？能当饭吃？不能吃，但能让你不用再做教室。石灰石、粘土、铁矿渣、研磨、砾烧混合，加水搅拌后，它会凝固成比花岗岩还硬的石头，这叫水泥。比花岗岩还硬？先生，您别骗俺，俺砸过石头，花岗岩砸不动。那就试试。砸一下试试。哼！这玩意儿比铁还硬。先生，您是怎么做到的？小时候，边关的大将军就是被火炮炸死的。要是当年有这玩意儿，俺要学。先生，您教俺这玩意儿咋烧、咋拌、咋弄得更硬？3天。用水泥把这条路硬化铺平，材料和人工你自己安排。干成了，我教你烧更硬的。都听好了，搬石头、烧窑、和泥，3天之内这条路修不好，谁都不许吃饭。修路只是第一步，江宁府、应天石、整个大夏都需要这样的路。这边再和2桶泥，铺平压结实，别给俺偷懒。俺修的，这是俺修的。
接下来该轮到那个只会花钱的了。大哥，这是要把自己练成牛吗？堂堂皇子干这种粗鄙活计，传出去不怕丢人？二殿下，从今天起，您不再是看客，这个工地的财务总监是您了。什么？让本王管这些泥腿子的吃喝拉撒？本王没兴趣，没兴趣也得干。您的月例银子从今天起全部冻结，冻结就冻结，本王自己有钱。10万两够不够？不够再来10万。您的钱全都没收了，从现在起，您身无分文。想吃饭自己想办法。好饿啊！本王不饿。这是今天工人的伙食费和材料运输费，300文，您自己看着办。300文，300文连本王一双袜子都买不起，你让本王用这个养活100个工人？行测题里的公共资源最优化分配原理都学哪儿去了？这条路修好了，谁是最大的受益者？最大的受益者，山脚下的商行。对，他们以往因为路烂，车翻人亡，损失惨重。他们愿不愿意花点小钱换一条好路？卖路权，让他们出钱冠名，这叫空手套白狼。诸位掌柜，这条路修好后，从城南到城北只需半个时辰，你们的商队再也不用绕远路。现在出资，这条路就冠你们的名。殿下，出资多少？300两起步，冠名权3年，免过路费2年。我出500两，这条路就叫万元商号大道。我出300两，我出400两，我要东段。原来钱不是靠省出来的，是靠想出来的。300文，本王筹了3000两，工人的伙食加倍，材料明天到。不错，但成本还能再压缩。石灰石从城南运比城北便宜2成，你算过运输路径吗？对，从城南走，绕过北山，路程短1/3。本王怎么没想到？开窍了。石灰石从城南运，走东边那条小路，别走大路，谁走错了扣工钱。先生说的对，钱不是烧的，是算的。这排水系统连乡镇级别的标准都达不到。就打算一辈子躲在这儿画你的破图？外面淹成什么样了，你知道吗？知道，水到膝盖了。然后呢？这是京城的地形图，我要你用3天时间设计出一条地下排污管网，利用重力视差把所有积水引出城。重力视差，水往低处流，这是最简单的物理。京城北高南低，只要沿着这条等高线修一条主干渠，不用抽水，水自己会走。北高南低，那东边呢？东边的水怎么办？东边地势更低，但中间有这片高地挡着，所以需要在这里开一条隧道穿过去，这叫虹吸原理。想知道怎么算吗？给我纸，大的，我要算。算出来了，主干渠从这里走，转角的沉降池在这里，水压不会破管。不错，但这里坡度太陡，水流太快，管柄会磨损，该缓2度。对，该缓2度，流速降1成，但寿命长3倍。老师，我算出来了。走，去见陛下，你的图纸要变成真的了。这图能救多少人？10万。10万。这是挖断龙脉，大夏立国100年靠的是风水，你们这是在断送国运，不能挖，不能挖！风水，停工，停工！风水，那就用魔法打败魔法。太傅，我就吃一口，就一口。吃，行，让你吃个够。跟我来。去哪儿？地狱。这是要干嘛？特训，结构化面试，情景模拟题。什么是结构化面试？闭嘴，坐下。就是那个挖断龙脉的罪魁祸首，百姓围住你要打死你，你怎么办？我不是，这是朝廷的工程，是太傅让挖的。朝廷就能挖龙脉？你代表朝廷，你就是朝廷的狗。我不是狗。那你是什么？我是
我是皇子。看什么看？想吃了，回答不上来，今晚别想吃东西。你以为不说话就过去了？百姓的唾沫能淹死你大哥力气大，可以打人。你呢？你有什么？你有什么？说。说不出来，那就去工地搬石头。我有嘴。那就用你的嘴。再来，你被上千人围住，他们骂你是朝廷的走狗，给你3句话，让他们闭嘴。三句话，3句，多1句算你输，少1句算你输。你们骂我是走狗，那我问问，你们的田地在哪儿？在京城。你们的房子在哪儿？在京城。你们的命在哪儿？也在京城。继续，别停。我想没时间想。第2句，城里一下雨就淹，粪水倒灌进你家院子，孩子得瘟疫的时候，你们怎么不说是龙脉啊？那时候你们的龙脉在哪儿？第3句，最后1句，我说不出来。刚才的气势呢？第3句，我不是来挖龙脉的，我是来给龙王通肠胃的。肠胃通了，龙王舒服了，京城就不淹了，这叫天降祥瑞。你们拦我，就是拦祥瑞。还行，但语气还不够稳，再来一遍。啊！又来！明天去德月茶楼，把你那3句话说给全京城的人听。我一个人去，那也行。我去还不行吗？3句话，3句话，我能行。乡亲们，官府说那是挖龙脉，错，那满院子倒灌的粪水是地下龙王的肠胃被脏物堵死了。你谁呀？你说什么就是什么。我是，你代表朝廷，你就是朝廷的狗。我是6皇子王德发，我以皇家的名义起誓，我说的每一个字都是真的。这是在替天行道，给龙王通肠胃。肠胃一通，城里再无水患，这才是真正的天降祥瑞。谁拦着，谁就是跟祥瑞过不去，跟老天爷过不去。说得对，谁敢拦着通水患，就是跟咱们老百姓的命过不去。6皇子千岁，修路通水。满分，比我想象的还好。这小子平时就知道吃，关键时刻还真能顶上去。搅拌的加把劲儿，今天必须把东段铺完。陛下，您看看这些妖物，挖地3尺，断我大夏龙脉，水泥硬石封住地气，这是亡国之兆啊！陛下，臣听闻还让皇子们与泥腿子同住，成何体统？陛下，这些所谓的水泥路不过是一时之变，长远必酿大祸。大人说水泥封住地气，那请问京城连年内涝，脏水倒灌，地气在哪里？百姓染疫而亡，地气又在哪里？你强词夺理，这是祖制，不可为。祖制能挡炮弹吗？俺问你，北敌人的铁骑冲过来，你的祖制能救命吗？大人，您家在京郊有3座田庄，去年因为路烂，粮食运不出来，烂了3000担。您亏了多少钱？需要本王帮您算算吗？你怎么知道？本王是财务总监，这京城每一条商路，每一笔税收，都在本王的账本上。大人，俺不识字，不懂什么字味儿，但俺知道这条路修好后，俺的菜能运到城里卖了，不用烂在地里。俺孙子去年下雨掉进粪坑，差点淹死，现在不用担心了。对，我们要路，我们要排水，谁拦着修路，就是跟咱们老百姓过不去。老爱卿，你听见了吗？这就是民心。老臣知罪。朕今日微服，亲眼所见，这条路朕准了。以后京城还要修更多的路，建更多的渠，谁挡着，就是挡大夏的国运。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！看到了吗？你们修的不仅是路，是民心，是国本。走吧，该去朝堂听他们废话。陛下，臣闻挟皇子在京城大兴土木，破坏风水，劳民伤财，此等奇迹巡校，不堪大用。臣请陛下严惩臣闻，停工复旧。祖制不可为，
大夏立国100年，靠的是圣人之道，不是这些泥瓦匠的把戏。臣闻蛊惑皇子，罪当什么？你给俺说清楚！俺修的路，救了百姓的命，这也有罪。殿下被蛊惑了，那水泥硬石封住地气，必遭天谴。天谴？过去5年，京城内涝17次，淹死百姓300余人，染疫而亡者过千，这就是您说的天？父皇，诸位大人，修路至今未动用国库1分1毫，儿臣这里有完整账册，每一笔银子的来去清清楚楚。通过出让路边商铺租赁权与物流特许经营权，首月招商便为户部净赚白银10万两。这是户部的入库单，请户部尚书大人过目。这账目确实分毫不差。就算账目没错，那也是与民争利，朝廷不该与商贾争利，这是圣人之训。与民争利？那请问路修好涨了，商税自然也涨了，百姓的菜能运进城里卖了，不再烂在地里，这叫共赢。大人，您多久没出过京城了？你，光说不练假把式，诸位大人看好。诸位将军，若用此物修筑北疆城墙，敌军火炮轰之不倒，这比什么祖制都管用。殿下，末将请命，第一个试用。父皇，此乃京城3万百姓联名的感恩折，每一张纸都有一个手印。父皇，儿臣已探明京城36处水脉，新建管网，可保京城100年无内涝。这图是你画的？是。好一个食物兴邦！朕听了30年废话，今天终于听到了人话，看到了实事，这才是大夏皇子该有的样子。传朕旨意，臣闻教导皇子有方，食物兴邦，即日起去封为科考知县，总挑领全朝督导之权，赐金牌令箭，如朕亲临。边关急报！敌国联合西域36家家商后，对我朝铁料、粮草、马匹全面禁运，边市粮价涨至每镇3000文，铁价翻5倍。陛下，臣请发兵3万，打通商路，再拖下去，边军不战自负。国库空虚，去岁修路，已耗巨资，今岁江南水患又拨阵银，此时开战，何以支撑？粮草从何而来？说明能源和战壕问题。敌军不攻城，不烧粮，他们在买，高价买我们的粮，低价向我们倾销粗布，拖上1年，边军缺铁少粮，不战自溃，这叫经济战。第一步，朝廷在边关开设平价粮铺，按平时市价卖粮，限购，每人每天2斗，百姓不抢，价格就不会涨，这叫价格锚定。国库的粮从哪儿来？从江南调。去年修的水泥路，7天就能到边关，损耗不到半成。第二步，发行战争债券，以边关盐税和未来3年的通关税收为担保，向京城和江南的商号借钱。借钱借了怎么还？用敌人的银子还。敌人的银子？怎么用敌人的银子还？敌国禁运，但他们需要铁料、药材、茶叶，我们把这些物资的价格抬高，让他们用真金白银来买。他们买的越多，我们的债券就越值钱。第三步，等敌人的银子花的差不多了，我们突然停止供应，同时向他们的市场倾销积压的货物，价格暴跌，他们的商人破产，贵族血本无归。那他们没钱了，就会退兵？不，他们会内乱，没有银子，北狄王连军饷都发不出来，到时候他们不是不想打，是打不了。这3步需要多少人，多少银子？不需要1兵1卒，只需要几个人和一笔启动银子。几个人？谁？4位皇子，大殿下负责边关物流，2殿下负责债券发行，6殿下负责边关民心，9殿下负责绘制边关地图。什么经济战？打仗就打仗，俺带兵杀过去就是了，在这算来算去有什么用？不就是银子吗？本王零花钱拿出来就是了。要多少？10万两够不够？ 2殿下，
您知道国库现在有多少银子吗？知道百姓一年交多少税吗？您不知道，您连自己有多少钱都不知道，凭什么说能买破产敌人？本王当然知道。那您说多少？走吧，从今天起，我教你们怎么用算盘打仗。先生，债券抽成多少？没有抽成，为国效力。明日卯时，边关市集集合。今日粮价每斗50文，记住这个数。50文，本王一碗茶都不止这个价。闭嘴！看，哎，好啊。这涨价了，快买啊！再不买就买不到了。都90万！俺去把那个奸商抓了，砍了他的脑袋。抓一个有什么用？明天又来10个，你砍得完吗？那你说怎么办？眼睁睁看着百姓被坑。看清楚了，这就是恐慌。不治好恐慌，你杀100个奸商也没用。他们为什么突然涨价？粮仓里明明还有那么多粮食，这都不懂？囤积居奇，抬高价格，赚黑心钱。那你算算，这些商人能赚多少？有人故意制造恐慌，只要让大家以为要缺粮，恐慌本身就是最贵的价格。此战关键在于信心。当百姓知道明天的米价不会更高，他们就不会抢购，这叫价格锚定。先生，我们如何能强硬为他下锚？动用国家力量，成为市场上最大的交易者，做价格的制定者。弹性，需求弹性。什么叫需求弹性？俺只知道拉弓的弹性。这破书俺看不下去。大哥，你这脑子确实不行。你说什么？二殿下既然觉得简单，那请回答：上月粮价从50文涨到90文，朝廷调粮3万担，每担成本120文，多支出了多少银子？说。本王算出来是4万两，43200两。二殿下，您连小学算术都算不明白，还好意思嘲笑大哥？九殿下画的不错，但曲线为什么会移动？因为外部资金介入。答对了。他一个闷葫芦都答对了，凭什么本王答错了？这题有问题。题没问题，你的脑子有问题。现在二殿下负责发行战争债券，3天之内募集不到50万两，自己去领罚。凭什么又是本王？因为你说得出买破产敌人这种蠢话。既然你这么有钱，那就去证明给我看。本王要发行大夏战争债券，以边关盐税和未来3年拓关粹收为担保。边关战事吃紧，这银子投进去，万一打了败仗，本王提头来见。今天不认购的，以后边关的生意别想做了。草民认购8万两，草民认购20万两。签字画押，银子3天内送到边关行役。谁反悔，本王抄他的家。不敢。先生，80万两到手了，这下够买粮了吧？不够，这80万两只是开始。什么意思？平价粮食稳住民心，要让敌人自己掏银子买我们的高价货。你是说，让北敌人用银子买我们的粮？对，要让他们觉得不买就亏了。六殿下，明日你去边关城开平价粮摊，稳粮价，做得到吗？做得到。做不到呢，任凭处置。先生，俺呢？俺做什么？你管好你的拳头，等粮草到了，你负责押运，到时候有你累的。老人家，粮呢？卖了，换了几斤粗粮，撑了半个月，没了。开平价粮摊。殿下，边关城的粮商背后是赵家的人，咱们动他们的粮价，恐怕……赵家的银子是银子，百姓的命就不是命。照我说的做，出了事我担着。诸位父老乡亲，我是六皇子，奉陛下之命前来。今日起，朝廷开设平价粮铺，米价1两1担。皇子，谁知道你是不是骗子？朝廷的粮早就被贪光了。你说我是骗子，那我问你，你身后的粮铺昨天卖多少钱一石？3两。今天呢？5两。朝廷卖1两，谁在骗你们？还用我说吗？去，把那个摊子给我砸了！谁让你在这摆摊的？交保护费了吗？你砸完了，朝廷的粮还在这，你砸得完吗？
你动我一下试试，我是皇子，打死我，你全家陪葬。我们帮殿下守摊儿，看谁敢再来砸。对，谁敢动朝廷的粮，就是跟咱们过不去。奸商跪地求饶，百姓自发护摊，赵家的人没敢再来。先生，我以前觉得这世上最好吃的是烤乳鸽，现在我才知道，最好吃的是百姓能吃饱饭的那一天。做得好，大皇子，明日起运第一批大规模粮草。哈哈哈哈！装车，起运。7天，一天不多，一天不少。殿下，从京城到边关，以前走1个月，损耗3成，现在7天，损耗不到半成。末将守边20年，从没见过这样的补给。这算啥？以后还要更快！哈哈哈哈哈！不错，但大殿下，这只是第一批，后续还有30批，每批都要这个速度，您打算怎么保证？俺盯着呗。盯着？您一个人盯得过来吗？这本书里讲了并行作业和最优路径，看完它，您就知道怎么调度了。俺不看这破书，这些字认识俺，俺不认识他们。那就慢慢看。先生，您就直接告诉俺怎么做。您说1，俺绝不干2。这破书俺真看不下去。大哥，你这脑子确实只适合搬石头。你说什么？本王什么都没说。那您听好了，把工人分成3组，第一组负责从仓库搬粮到装车点，第2组负责装车，第3组负责押运，3组同时开工，这叫并行作业。3组同时干？对，一组干的时候，另外2组也在干，效率提高3倍。这个俺听得懂，都听见了吗？分组，第1组搬粮，第2是装车，第3组押运。谁干错了，俺把他扔出去。粗鄙，大哥就不能斯文一点吗？二殿下，您觉得粗鄙？既然您嫌粗鄙，那您负责去拉边关商号的赞助，3天之内找到10家商号出资修路。凭什么？本王是财务总监，不是拉赞助的。财务总监就不用拉赞助，那您自己出钱，10万两，现在拿出来。行，本王去。不过拉来的银子，本王要抽2成，没有抽成，为国效力。知道了。张承宗，你故意的！哎呀，二弟，对不起啊，俺没看见你站在这儿。这袍子值3000两，3000两，回头俺赔你。现在干活去。你给本王等着！六殿下，记录一下，物流效率提升3倍，损耗降低至半成以下。是。九殿下，边关的地形图什么时候能画完？3天。好，3天后我要看到完整的边关防御图。分工明确，各司其职，这才像个团队。大哥，啊，你等着。俺错了。北丹囤了30万石粮食，用的银子4成来自大夏债券。殿下，这有什么问题吗？这是天大的好事。北狄人银子本来就不多，还贪图债券利息，把银子借给我们，自己用借据去换物资，等于我们用他们的银子买他们的东西。先生，北狄人上钩了，他们囤了30万担粮食，用的银子4成来自我们的债券。库存够吗？够，这几个月水泥路通了，物资从江南运过来只要7天，江南的仓库里堆着3个月的存量，那就好。先生，那我们是不是该收网了？不急，先让北狄人把银子花光。先生，您这是让北狄人先买票再买粮？对，他们想买粮，必须先拿银子换粮票。入城需出示粮票，没有粮票不许买粮。我们在城里没熟人，怎么才能弄到粮票？去边关商号，1两银子换1担粮票，每人限兑100担。我要换1万担。1万担，1万两银子，先交钱。拿好，丢了不补。对了，粮价涨了。什么？刚才不是说1担粮票换1担粮吗？那是刚才，现在涨价了。来，
80万两，先生，北狄人把家底都掏出来了，还不够，他们囤了30万吨粮食，至少花了300万两，这才1/3，那怎么办？继续涨价？不，现在开始不卖了。什么？粮票停止兑换，所有边关粮铺关门3天。那北狄人怎么办？他们手里还有粮票，他们手里的粮票换不到粮，但他们囤的粮食也卖不出去。3天后呢？3天后，北狄粮价会暴跌，到时候我们出手收购，用他们之前交的银子买他们囤的粮食。您这是要让他们手里的粮票变质，还要低价收他们的粮，一头吸银子，一头收粮食，双向收割，终于开窍了。那北狄使者还在城里等消息，怎么回他？告诉他，粮价变动，市场调节，等3天。他信吗？不信也得信，因为除了等，他们没有任何办法。北狄人手里的粮票已经停了3天，边关粮铺关着门，他们的使者急得团团转。可以收网了，传令下去，所有商号停止收购北狄物资，同时把我们囤积的生铁、药材、茶叶秘密抛售。抛售？现在抛不是亏了吗？北狄人正缺这些东西，我们应该涨价卖给他们。涨价卖？他们还有银子吗？他们的银子已经被粮票吸干了，现在卖他们也买不起，不如抛售，把价格砸下去，让他们手里的存货变成废铁。俺听懂了，就是不卖给他们，让他们自己烂在手里。对，开始吧。好。大王，边关急报，大夏突然停止了所有粮食交易，我们派去的使者被挡在城外。什么？我们的银子呢？换来的粮票呢？粮票换不到粮，大夏粮铺关了门，我们的银子已经进了大夏国库。废物！大王饶命！大王饶命！啊！大王，您杀了传令官，谁去传令？滚！大王，我们还有机会。大夏不卖粮，我们可以去西域买。西域36家商后跟着大夏禁运，你让本王去找谁？那我们可以抢，边境还有3座牧场，抢回来。抢？城墙被水泥加固了，你去抢？拿什么抢？我们的银子呢？囤的30万道粮食呢？都去哪儿了？都在大夏手里。卸货，都卸下来！殿下，我们的军粮不仅足够，还能分出一部分和牧民换战马。这仗还没打，我们就赢了。末将守边20年，从没见过这么富裕的时候。哈哈哈，将军，这只是开始。俺们的物流快运现在不仅运自家的货，还帮周边小国运。这条路上的每一辆车都要给俺们交钱。大哥只会傻干，真正让敌国破产的是本王的金融战。北狄王现在连买马的钱都没有了，据说他的王后都把首饰当了。二弟厉害，俺就负责跑腿，你负责算计，咱兄弟俩配合，天下无敌。放开本王，一身臭汗。不过你说的对，咱俩配合确实天下无敌。求求你们，卖给我们一点粮食，我们的士兵已经3天没吃饭了。求粮可以，拿战马来换，1匹马换100担粮。1匹马换100担，以前是1匹马换300担。那是以前，现在涨价了。不换，门在那边。我们没有那么多战马了，铁矿被你们买走了，牛羊被你们买走了，连过冬的存粮都被你们买走了。大王连军饷都发不出来，那是你们的事。你们从一开始就在算计我们。你们的银子都在大夏债券里，想打仗先问问钱袋子。回去告诉你们大王，想求和，拿诚意来。大夏不会永远赢的。那就等你们能赢的时候再来。现在，滚！陛下，奇迹呀！
此战我朝不仅未耗1分国库银两，反而赚了，前所未有，闻所未闻。除去发行债券的本息、物流成本和购粮支出，国库净增白银1200万两。这还不算我们通过物流网络控制的沿线产业和贸易线路。陛下，1200万两啊，相当于朝廷3年的税收。1200万两，户部尚书，你确定没算错？陈文带着几个皇子出去转了一圈，就赚了朝廷3年的税收，天方夜谭。账本在这里，你自己看。查不出来就别站着，回去慢慢算。父皇，俺就是出了点力气，修了几条路，运了几趟粮，打仗的事儿俺不懂，都是二弟和陈先生的主意，出了点力气。大殿下说的轻巧，堂堂皇子光着膀子扛水泥，成何体统？莽夫一个，莽夫一个！说什么？大哥，朝堂之上不能动手。够了，朝堂之上吵什么吵？大哥，别跟这种人一般见识，他们除了动嘴还会什么？本王要求抽2成技术佣金，有问题吗？不知羞耻！不知羞耻！你们贪的比这多多了。你血口喷人！九皇子，你也有功，说说你做了什么？儿臣画了边关防御图。画了几张图？九殿下，边关城墙加固是你画的图？老夫听说那城墙连火炮都轰不塌，一个小娃娃画的图能有这么大本事？是真的，水泥配比、地基深度、城墙坡度都是算过的。算过的？拿什么算？九殿下，您总不能让我们看一张图就信了吧？这是边关城墙的施工图，地基深1丈2尺，水泥配比3灰1砂，城墙坡度85度，每一处都标清楚了。工部的人可以拿去核对。回陛下，这图纸比臣画的精确，尤其是地基深度和水泥配比，臣让人考算过，确实是最优解。九殿下深藏不露啊！这图纸要是早几年有，边关也不会丢那么多城池。好一个水泥，好一个经济战，好一个边关防御图。陈先生，你让朕看到了比千军万马更厉害的武器。传朕旨意，大皇子、二皇子、6皇子、9皇子各赏黄金1000两，锦缎100匹。父皇，赏多少？黄金1000两，能不能换成银子？银子好算账。你还要跟朕讨价还价？儿臣是户部尚书，对数字敏感。边关急报！陛下，河南800里加急，大旱100日，赤地千里，颗粒无收，灾民逾100万。陛下！河南，俺们刚打完仗，又来灾。不一样，打仗是对外，灾荒是对内，内忧比外患更难办。河南急报，诸位爱卿都知道了，说吧，怎么办？陛下，当务之急是开仓放粮，减免赋税，再迟一步，河南恐生民变。陛下，河南自古多旱，但往年都有水利渠系抗旱。臣听闻多处水利设施已被当地豪强把权，他们筑坝拦水，截断河流，灾民欲取水灌溉，需以重金购买，1桶水100文，1亩地灌下来要卖半亩地才够。朝廷修建的水利，何时成了豪强的私产？父皇，俺去把那些豪强的脑袋拧下来。大哥就知道打打杀杀，抢回来有什么用？要让他们乖乖送水，还得倒贴银子，那才叫本事。你说什么？你行你上。本王当然行。大哥，朝堂之上不能动手。陛下，大皇子暴躁，二皇子狂妄，河南之事岂能给几个毛头小子？那你说交给谁？交给你。陛下，老臣以为此事不宜操之过急。太师有何见解？河南水利牵扯甚广，那些豪强能在河南站稳脚跟，背后岂能无人？皇子们年轻气盛，贸然前往，只怕打草惊蛇。老臣建议先派钦差查访，摸清底细，再做定夺。太师说的有理，查访查3年还是5年，灾民等得起吗？二殿下，老臣在朝40年，经手的事务比您吃的盐还多。
河南的事不是靠意气用事能解决的。太师在朝40年，河南的水利是怎么被豪强霸占的？您经手的事务有没有包括这件事？陛下，老臣忠心日月可见，二殿下此言是在怀疑老臣。太师多心了，二皇子年轻，说话不知轻重。先生说过，治水先治人，源头在豪强，不解决他们，给再多粮食也没用。纸上谈兵，六殿下在京城待着，知道河南的地是怎么种的。我不知道河南的地怎么种，但我知道百姓卖地换水的时候，您在京城买地，河南地价跌了70%，您买了多少？河南的事是利益绑定的反面，豪强把水绑成了私产，要破这个局，得按规矩来，别按拳头来，更让敌人无话可说。陈国师说的轻巧，河南的豪强盘踞数十年，根深蒂固，你以为凭几个皇子就能撼动？太师说的对，根深蒂固，正因为根深蒂固，更需要拔。越深的根拔出来的时候，带出来的土越多。好了，大皇子、二皇子、六皇子听旨，命你3人即日启程，前往河南全权处置灾情。九皇子随行历练。陛下，皇子不能轻离京城，朕的皇子朕做主。太师，你也要阻拦。老臣不敢。儿臣遵旨。臣闻你想动河南，河南的水深得很。那就是赵家的坝，那边有水，这边没水，他们的田绿油油的，百姓的田全枯了。这就是豪强，旱的旱死，涝的涝死。俺去把这破坝拆了，谁拦着俺砍谁。大哥，你能不能动动脑子？拆了有什么用？人家有地契，拆了就是破坏民产，明天他们又修起来，我们反而理亏。那你说怎么办？眼睁睁看着百姓没水，动脑子。这是赵家的地，前面是赵家的坝，要过去拿银子来。这是朝廷的地，朝廷修的水利，你们霸占了这么多年，还敢收钱？朝廷修的水利早就烂了，这坝是我赵家花了几代人的银子修的，地契水契一样不少。你们要想过去，1桶水100文，爱买不买？看清楚这张脸，这位是本王的皇兄大皇子。你说我们是来干什么的？皇子，回去告诉赵德林，本王来了。他的坝朝廷要了，他的水朝廷要了，他的账本王要查。跑得比兔子还快。哼！老人家，水是从哪里来的？赵家的水1桶100文，我这把老骨头卖了1亩地，才换了10桶水，地没了，水也没了，这日子过不下去了。你是干什么的？在这打听什么？过路的。我看你是朝廷的探子，再多管闲事，把你扔进河里。小娃娃，你在画什么？拿来看看。别碰！让你画，再画，连你一起扔进河里。谁敢动我九弟弟？你们等着，赵老爷不会放过你们的。九弟，伤着没有？图没了，图没了再画，人没事就行。俺在这儿，谁也不敢动你。九弟，用我的。谢谢。赵家，本王倒要看看你有多大能耐。俺不等了，直接拆！慢着，又怎么了？快来了！那他的快点！听说几位皇子昨天打了我的人，怎么京城待不下去了，来河南撒野？你就是赵德禄，你家的坝霸占了朝廷的水利，还有脸在这嚣张？霸占这水坝是我赵家花了几代人的银子修的，地契水契一样不少。朝廷修的水利早就烂了，是我赵家出钱修的。赵德禄，听旨，奉天承运，皇帝诏曰：河南境内所有水源归朝廷所有，赵家可保留水坝经营权，但需按朝廷规定放水，违者以抗找论。圣旨！我在河南几十年，什么样的官没见过？你们几个毛头小子能把我怎么样？不服可以去告御状。京城的大门开着，刑部的大堂空着，你去告，朝廷接着。但你的3000顷麦子，你不等不了半个月，你拖1天，麦子旱死1天。到时候你们等着，我族兄是太师，你们动不了我。太师，那就让他来。跑得比兔子还快。诸位父老乡亲，朝廷开设平价粮摊，米价1两1担，按平时市价卖粮，每人限购2斗。真的假的？不会是骗人的吧？看清楚了，这是粮食，真的假的你们自己看。以工代赈，
干活换饭吃，不干活没饭吃。明天开始，修水渠的每天管3顿饭，还发工钱。谁愿意来？现在报名，我报名。九弟，你画的啥？这弯弯绕绕的是啥意思？水坝在东边，农田在西边，中间有这片高地，从这里开条渠，绕过赵家的地水直接进田，不用拆坝。俺懂了，不用拆坝，把水引过来。九弟，你这脑子是咋长的？算的。太族兄亲戚，4位皇子已抵河南，来者不善。他们在府衙宣布水源归朝廷，限价10文，断我财路。为首的陈文未至，但2皇子言辞犀利，大皇子武力相卑，河南之事恐难善了，请族兄在京城周旋，若能弹劾陈文，调离皇子，赵家尚有转机。800里加急，送到京城太师府，亲手交给太师。是。老爷，河南800里加急。4位皇子已抵河南，来者不善。为首的城文未至，但2皇子言辞犀利，大皇子武力相胁，河南之事恐难善了。稳住！我在京城周旋，陈文才是心腹大患。800里加急，送回河南，亲手交给赵德禄。是。奉陛下旨意，河南境内所有水源归朝廷所有。赵家可保留水坝经营权，但需缴纳水权费，每桶水限价10文，多收的税费，限3日内全部退还给百姓。这是明抢！你们几个毛头小子假传圣旨，我族兄是太师。太师也归律法管，在河南，我赵家就是律法。来人，把这几个假传圣旨的狂徒给我拿下！你敢打人？这是朝廷命官！朝廷命官，你是贪官，霸占水利，逼死百姓，还敢在俺面前撒野！你放开，太师不会放过你们！让他来。你们等着，这事儿没完！明日开始按新规放水，谁再敢阻拦，以抗旨论，杀无赦。我们有水了，青天大老爷，我们有水了，谢青天大老爷！二弟，你这嘴比俺的拳头还厉害。本王这叫以理服人。老爷，河南那边让他们闹，闹得越大越好，闹大了，本太师才好收网。陛下，臣有本奏。臣闻纵容4位皇子河南胡作非为，强收豪强水坝，激起民变。臣请陛下召回皇子，另派能臣前往。强收水坝，朕给他们的旨意是收归朝廷。赵德禄霸占水路，百姓卖地换水，这事你怎么不提？陛下，赵德禄若有违法，自有地方官府处置。皇子越俎代庖，带兵围困豪强，此风不可长。今日皇子可以收赵德禄的坝，明日就可以收任何人的坝。朝堂秩序何在？太师说的对，此风不可长。那请问太师，河南地方官府若与豪强勾结，百姓告状无门，该怎么办？好了，此事容后再议。退朝。传令河南，让赵德禄拖住皇子，拖延时间，等朝堂这边动手。以工代周，干活换饭吃，不干活没饭吃。今天开始，修水局的每天管3顿饭，还发工钱。朝廷说话算话，绝不拖欠。别信他，朝廷是在奴役你们，让你们干活不给钱。以前当官的也这么说。最后呢，粮呢？干完了活人跑了，你们找谁去？到时候连个说法都没有。你说什么？再说一遍！谁再敢煽动，俺把他扔进搅拌池。不信的，试试看。你们吃啥，俺吃啥。你们干多久，俺干多久，俺都不怕。你们怕什么？俺是皇子，俺都在这搬石头，你们还有什么好怕的？你是谁？下官工部主事周平，奉命验收水利工程。地基深度少了2尺。殿下，下官测了3遍，3遍都是错的，还是不对。错了，重测。工部主事周平，数据存疑，已责令重测。地基深度差2尺，石灰标号不符，木料尺寸缩水。此人若非无能，便是被收买。俺就不信这渠修不好。兄弟们，加把劲儿！今天把东段挖完，明天给你们加热。老爷，工部那个周平被9皇子发现数据造假了，9皇子让他重测，他吓得废物，告诉他嘴巴严一点，出了事谁也保不了他。银子已经拿了，想回头晚了。传令下去，告诉京城所有商号，谁敢投资河南修渠，就是跟太师府作对。是，银子没了可以再赚，命没了什么都没了。几个商人翻不了天。
听说太师府放了话，谁敢投，就是跟太师作对。这银子赚了没命花，不赚也罢。别信他，说话不算数。去年修路的钱还没结清呢，投进去就是打水漂。就是皇子拍拍屁股回京城了，咱们找谁要去？去年边关物流快意，投资人都赚了3倍，这是账本，白纸黑字，每一笔都记得清清楚楚。永昌号的李掌柜投2000两，赚6000两；万利行的王掌柜投5000两，赚15000两。人在这儿，账在这儿，跑不了。真的假的？真的假的？你们自己去查。账本在这儿，人在京城，跑得了和尚跑不了庙。账本可以作假，谁知道是不是真的？去年修路的钱谁没结清？你说出来，我当场查。我投5000两，我投3000两，我投10000两。殿下，太师府放了话，谁敢投就是跟太师作对，您不怕？我是皇子，那我投2000两。第3步，引入民资，借力打力。朝廷不会亏待任何一个相信朝廷的人。民心不是靠银子买的，是靠做出来的。六殿下越来越像那么回事。老爷，商号那边有7、8家投了银子。哼，当上弹劾下来，皇子们灰溜溜回京，看他们找谁要银子去。别让陈文那几个小子抓到我们的把柄。销毁证据，必要时灭口。800里加急送到河南，亲手交给赵德禄。是。谁贴的？给老子滚出来！我贴的。小娃娃，你活腻了？赵家的事你也敢管？你知道上一个管闲事的人去哪儿了吗？撕了我就再贴，你撕多少，我贴多少。你找死！你动我一下试试。谁敢动我九弟？再来，俺打断他的腿！九弟，俺帮你贴。不用，我自己来。进来。九弟，该歇了。你从下午看到现在，眼睛都红了，明天再看。还有7份没看完，今晚必须整理完，明天要用。你怎么知道他们说的是真的？万一有人浑水摸鱼，胡乱举报，想骗赏银呢？查，一个一个查，假的1分不给，真的加倍赏。查实了，百姓就信了，信了就会继续举报。好，我帮你审，2个人快一些。第4步，盲查监督，百姓敢言了。来人！去刑邸做掉那个画图的皇子，他身上有举报材料，做得干净点。这是死士的规矩，一旦被擒，咬碎药丸，当场毙命，绝不泄露主子的身份。去吧，事成之后，太师保你全家荣华富贵。谁派你来的？又死一个，每次都这样，查了这么久，抓到的全是死人。衙中藏毒，死士。有人非常不想让我活着。赵德禄写给刺客的指令，上面有他的私印，铁证如山。证据够了，俺现在就去把赵德禄那个王八蛋抓来。不急，先抓周平。周平手里有验收报告，那是工程造假的铁证。九殿下已经发现他数据造假，证据确凿。抓了周平，抓赵德禄，一个都跑不了。否则，赵德禄一死，死无对证。太师在朝堂上反咬一口，
说我们栽赃。行，举报材料我已经抄了副本，藏在别处，真是要干得好。赵德禄以为杀了你就没事了，他不知道你早就算到了。去歇着吧，明天抓人。天快亮了，怎么还没消息？哎，谁在外面？周平，开门。本王二皇子。周平，你在工地的测量数据造假，地基深度少了2尺，这是九殿下亲手记录的。你还有什么话说？殿下，下官不知道您在说什么。不知道，九殿下亲手量的尺寸白纸黑字，你还想抵赖？地基深度少2尺，石灰标号降1等，木料尺寸缩1寸，这些是你测出来的，还是别人让你写的？周平，你现在说算自首，等赵德禄先说了，你就是从犯，抄家灭族，你自己选。不急，你慢慢想，本王有的是时间。我都说，是赵德禄。3年前他塞给下官5000两，下官收了，下官不想的，下官第一次没收，他又塞了5000两，下官想一时糊涂就收了。一时糊涂了3年，37份验收报告，每一份都是假的，这叫一时糊涂。下官知罪，下官对不起朝廷，对不起百姓，求殿下开恩，求殿下开恩。本王可以开恩，但你要做一件事。殿下请说，下官什么都做。签字画押，把赵德禄和孙德明都写进去，一个字都不能少。你的性命朝廷保，但你若敢翻供，或者逃跑到天涯海角，本王都会把你抓回来。谢殿下。去，把周平保护起来，不许任何人接近。赵德禄的人随时可能来灭口。是。赵德禄，凭你派刺客刺杀9皇子，凭周平的供状，凭你永昌号和万利行的账本，两罪并罚，你还有什么话说？你们动不了太师，朝堂上有一半是他的人，你们动了他，朝堂就乱了，陛下不会放过你们的。朝堂上有一半是他的人，那正好，一个一个查，看他的人多还是俺的拳头硬。你们不知道太师有多大势力，你们会后悔的。太师不会放过你们。太师有多大势，本王倒要看看。他的人再多，多不过朝廷的律法；他的银子再多，多不过国库的银子。他再厉害，现在在死牢里等死的是他，不是本王。押走。你们快去告诉太师，快去告诉他，皇子们要动手了。你们几个要不要一起？殿下饶命，草民什么都不知道，草民只是来喝酒的。你们这些贱民，等太师翻过身来，一个个收拾你们！接下来抓谁？孙德明。快去告诉太师，赵德禄被抓了！你疯了！太师自身难保，你还敢去？这是你写给刺客的指令，上面有你的私印。刺客已经死了，但他身上的信还在，铁证如山，你还想抵赖？不是我写的，有人栽赃，私印可以造假，信也可以造假。造假？那周平的供状也是造假，永昌号和万利行的账本也是造假。你的私印谁能拿到？你的亲笔信谁能模仿？带周平。周平，你把刚才说的话再说一遍。3年前，赵德禄塞给下官5000两银子，让下官在验收报告上作假，下官收了。之后每一份验收报告都是赵德禄写好数字，下官照着抄，一共37份。你血口喷人！我什么时候给过你银子？老实点，永昌号的账本上有记录，哪年哪月哪日持取银子5000两，用途写的是工程周转，但那笔银子进了下官的口袋。赵德禄，你现在说还来得及，
等孙德明也招了，你的供状就不值钱了。到时候你是弃子，没人会保你。赵重魂已经弃了你，刺客死了，周平招了，永昌号和万里行的账本都在本王手里。你以为太师还能保你？他连自己都保不住了。太师说了，他会保我。他说只要我扛住，扛到什么时候？扛到刑场。赵德禄，你看看你自己，你是赵家的人，但赵家已经完了，你现在说还能留条命？我说是太师，所有的事都是太师让做的。他写信来说河南的水利可以动，说赵家可以罢罢，说银子分一半送到京城，银子一半进了我的口袋，一半送到了京城太师府。太师在京城修园子、买古董、养门客，用的就是这笔银子。我只是替他办事的，写下来，一个字都不能少。完了，都完了！老爷，河南急报，赵德禄被抓了，刺客已死，但信被搜走了。去告诉孙德明，赵家会保他，让他扛住，无论如何不能开口。老爷，孙大人他会不会扛不住？赵德禄已经招了。他是我一手提拔的，他不敢。殿下，您终于来了，你心里清楚。下官跟你们走。你在河南10年，赵德禄的每一笔虚报都要你签字才能拨款，你知道是假的，为什么还签？赵德禄已经招了，他说你是太师的门生，太师让你做什么你就做什么。当年科举，太师是你的主考官，赵晨文已经弃了赵德禄，你觉得他会保你吗？他连自己的族弟都保不住，能保住你？殿下，下官当年也是想做好官的。后来太师的信一年比一年密。第1年，他说河南的事儿你多上心，下官以为是勉励。第3年，他说赵德禄是自家人，你照应着，下官照应了。第5年，他说该签字就签，别问那么多。下官的底线一年比一年低，到后来下官已经分不清自己是知府还是赵家的管家，签字的时候手已经不抖了，晚上睡觉也不做噩梦了。下官对不起百姓，对不起朝廷，也对不起自己。写吧。孙德明，你是朝廷命官，你的案子要送刑部，但你的供状会呈给陛下。下官知道。带下去，好生看管，不许任何人接近。殿下，下官有一个请求。说。下官想见见家人。准。儿臣城下周平、赵德禄、孙明的供状，以及永昌号和万历层的账本、库房铜钥匙，3份贯供状。陛下，九殿下年幼被人蒙蔽，周平是贪官，赵德禄是豪强，孙德明是被屈打成招的，3份污点证人的证词不足为信，这是栽赃。周平的供状床，赵德禄的供状就有他的私印和手印，这的都是铁证如山。3人串供有何难？九殿下，你在河南待了几个月，学的就是怎么逼供吗？不足为信。那太师府账房先生的证词，永昌号的银子流进了太师府的账房，每一笔都有记录。太师要不要让人把账房先生带上来对质？二殿下，你这是在威胁老臣。账房先生的话也能当证据，刑部办案也不至于如此草率。草率。周平在工部干了10年，每一份验收报告做了10年，每一笔银子都他亲手签的送的。孙德明在知爱时都认为之上亲手批的。太师，你在京城修园子的时候有没有想过这些？你太师，朝堂上有一半是你的人，那就一个一个查，从工部开始，查到户部，查到刑部，谁经手的，谁签字的，谁拿了银子，一个都跑不了。陈文，你勾结皇子，排除异己，你以为陛下看不出来？你在河南干了什么？别以为没人知道。我在河南干了什么？我教皇子修路、治水、查账、评粮价。太师，你在河南干了什么？你写信让赵德禄霸占水利，让孙德明签字放款，绕平造假验收，这些信还在刑部放着。赵成文，你在河南的坝已经被朝廷收了，你在京城的人正在一个一个被查。周平招了，赵德禄招了，孙德明也招了，你完了！你们，赵崇文，你还有什么话说？赵崇文革职查办，3司会审，家产超没，一应党羽，从严查处。退朝。4步子，步步为营，一步都没少。
赵家完了。你来干什么？看我的笑话？来看你，顺便问你几个问题。成王败寇有什么好问的？你第一次收银子的时候，想过会有今天吗？你种探花的时候，想过自己会变成今天这个样子吗？你在御前立誓，不负陛下，不负苍生的时候，是真心话吗？是。唉，你以为我想吗？这朝堂上不站队就活不下去，不收银子就办不成事。你以为你来了就能改变一切？你改变不了的。朝堂还是那个朝堂，人心还是那个人心。你后悔吗？后悔有用吗？你知道你和4位皇子最大的区别是什么吗？我想不明白。他们收银子的时候也会犹豫，但他们选了另一条路。另一条路，他们有你，他们有陛下撑腰，他们年轻，不知道这朝堂的水有多深。等他们再待10年，他们也会变的，人都会变的。不会，因为他们不是一个人，他们是4个人，一个人会变，4个人互相看着就不会变。大哥走偏了，二弟会拉回来；三哥犯错了，四弟会提醒。这就是为什么我让他们一起做事。成王败寇，你写了这4个字，但你心里知道你不是败给了寇，你是败给了你自己。你的家人除赵德龙外，朝廷不会株连，这是陛下开恩，也是4位皇子替你求的情。他们替我求情，替我谢谢他们。够了。贪官，害得我们好苦！你知道河南死了多少人吗？还我下3亩地，都被你们逼没了！杀了他了，他们一个都不能留！你还我儿子的命！他在河南修达被你们逼死的，他才19岁呀！我乃大夏30年太师，天下与我何家焉？天下与你何家焉？赵成文，你在河南修园子的时候想过这些百姓吗？你收银子的时候想过那些饿死的人吗？你写信让周平闭嘴的时候想过他也有家人吗？我只知道我的故事写完了。达太师赵崇文贪没水利银两，买官卖官，杀人灭口，罪大恶极，一律判处斩立决。河南豪强赵德禄同谋贪没斩立决，河南知府孙德明同谋包庇斩立决，其余从犯各一律处置。此案牵连37名官员，均已查实，无一冤屈。战！
判官已诛，水利归还朝廷，朝廷不会亏待任何一个百姓。从今天起，河南的水是百姓的水。判官已诛，水利归还朝廷。判官已诛，水利归还朝廷。我一定也会报仇的。赵石被斩，此仇不报，我等还有何面目立于朝堂？张大人说的对，太师待我等不薄，不能让他白死。我手中还有5000兵马，随时听令。皇帝老迈，太子未立，3日后子时，带兵从东门进京，清君侧。东门守将是我们的人，从东门入，直取皇宫。粮草呢？5000人马的粮草从哪儿来？京郊大营的粮库够吃1个月，我已经安排好了。还有一件事，派人联系北狄，告诉他们大夏内乱，正是进攻的好时机，内外夹击，不怕皇帝不低头。张大人，联系北狄，这是通敌，万一败了，败了就是死，通敌是死，不起兵也是死，你选哪个？愿听张大人调遣。 3日后子时，东门集合，以火把为号。记住，只许成功，不许失败。只许成功，不许失败。大人，张怀远召集将领密谋起兵，3日后从东门入，清君侧，还派人联系北狄，内外夹击。多少人？至少5000，可能更多。京郊大营的粮草已经被他们控制了，继续盯着，有消息立刻来报。先生，俺听说张怀远要造反，让俺带兵去把他们都抓了，先下手为强。敌众我寡，守城才是上策，而且我们不知道他们有多少人，贸然出击，正中下怀。守，等他们打进来再守，那时候晚了。你冲出去，万一中了埋伏呢？5000人还是8万人，我们不知道。内应是谁，我们也不知道，怎么打？先查清楚他们的兵力、粮草、内应，知己知彼，百战不殆。查，来得及吗？3天后他们就动手了。来得及，他们不知道我们已经知道了，这是我们最大的优势。京郊大营的粮库够吃1个月，我已经安排好了。还有一件事，派人联系北狄，告诉他们大夏内乱，正是进攻的好时机，内外夹击，不怕皇帝不低头。张大人，联系北狄，这是通敌，万一败了，败了就是死，通敌是死，不起兵也是死，你选哪个？愿听张大人调遣。3日后子时，东门集合，以火把为号。记住，只许成功，不许失败。只许成功，不许失败。大人，张怀远召集将领密谋起兵，3日后从东门入，清君侧，还派人联系北狄，内外夹击。多少人？至少5000，可能更多。京郊大营的粮草已经被他们控制了，继续盯着，有消息立刻来报。先生，俺听说张怀远要造反，让俺带兵去把他们都抓了，先下手为强。敌众我寡，守城才是上策，而且我们不知道他们有多少人，贸然出击，正中下怀。守，等他们打进来再守，那时候晚了。你冲出去，万一中了埋伏呢？5000人还是8万人，我们不知道。内应是谁，我们也不知道，怎么打？先查清楚他们的兵力、粮草、内应，知己知彼，百战不殆。查，来得及吗？3天后他们就动手了。来得及，
他们不知道我们已经知道了，这是我们最大的优势。先生说的对，先查东门守将是谁，京郊大营的粮草被谁控制，北敌那边有没有动静，查清楚了才能布防。行，查，但查到之后让俺去抓人。六殿下，你去查东门守将的底细。九殿下，你去查京郊大营的地形和粮库位置。二殿下，你查张怀远在朝堂上还有哪些同党。好，查人，本王最在行。先生，俺呢？俺做什么？接下来你要接管京城防务，3天后由你打。活泥灌浆，把门洞给我填实了。谁偷懒，俺把他扔进搅拌池。比铁还硬，看他们怎么撞。东门再多放2锅油，西门不用太多，他们不会主攻西门。大哥，东门的滚石不够，再加50车。50车？从哪儿搬？城北采石场还有库存，我已经让人去调了。粮草够不够？够。京城的粮库加上你从边关运回来的，够全城吃2个月。水也够，城里有7口水井，我都让人清过了。大哥、二哥，城南的百姓已经疏散了，老弱妇孺都安置在城北的寺庙里。好，六弟，你再去城西看看，那边的民兵训练的怎么样了？火把给我。这个洞口宽3尺，高2尺半，1个人可以爬进来。用水泥封死，外面用碎石掩盖，看不出来。是，殿下。这也有。这是最后一处，封堵此处，可保京城无忧。殿下，粮库共有粟米3万担，麦子2万担，杂粮1万担，够全城吃2个月。分3处存放，东城、西城、北城各放1批。万一度一处被烧，还有2处。殿下，告诉各城门，每日申时汇报粮草消耗，少1两，我都要知道去哪儿了。先生，东门加固完了，9座城门都加了水泥，撞城车撞不开。好，疑兵布置了。布置了，西门和北门各放了500人，打着火把来回走。叛军从远处看，以为每座城门都有重兵。东门呢？东门放了3000人，都是精锐，俺亲自守。俺倒要看看，是他的人多，还是俺的拳头硬。九弟，你画了多少个？17个，不好。4座城门，9处暗道，2万守军，2个月粮草，你来吧。大人，京城有变，大皇子用水泥加固了城门，九皇子封了所有暗道，东门守军至少3000。什么？他们怎么知道的？属下不知。大人，不能等了，他们已有准备，再等3天，怕是连城墙都爬不上去。传令下去，今夜子时动手，不等了。陈文，你够狠！弟媳，他们提前动手了，所有人就位。清君侧，除奸臣，杀陈文，救陛下。张怀远，你师父赵承德贪墨水利款，杀人灭口，证据确凿，你还有脸来清君侧？他说的是真的吗？
不知道。不要听他胡说！攻城，第一个登上城墙的赏千金。撞不动，门是铁的，水泥比铁还硬。士兵兄弟们，你们的父母妻儿还在城中，你们为叛贼卖命，值得吗？不许退，退者斩！张远，你的人已经不想打了。我不会输。把主力调过来，压向东门。他们把人都调到东门了，来吧！所有兵力压向东门，今日不破城，提头来见！他们把人都调到东门了，扛得住吗？扛得住。怎么可能？发信号。地下有埋伏！殿下，您不用动手，跟着我们就行。投降，由你全尸！我投降。九弟，受伤了吗？没有，我没有动手。没关系，你在这里就够了。叛军将领名单：工部侍郎张怀远、经营副将王崇、东门守备李茂，共17人，全是赵崇文的门生故吏。朕待你们不薄，你们为何造反？你宠信陈文，任用皇子，视我等如草芥。我等为大夏效力几十年，不如一个从棺材里爬出来的教书匠。陈文，独你一人是忠臣、良臣、贤臣，你勾结皇子，自诩清流。你别忘了，大夏两京13省可都在我们肩上担着，你一个人扛得起来吗？陛下，臣是大夏21年的进士，是天子的门生，
不是赵党，也不是清流，只是直臣。张侍郎担着大夏2京13省，好似英雄好汉，倒不如让英雄去查英雄，让好汉去查好汉。父皇，臣请旨，彻查所有与赵崇文有牵连的官员，一个都不能放过。准。从工部开始，一个一个查。朕倒要看看，这朝堂上还有多少赵崇文的人。从工部开始，工部侍郎张怀缓参与谋反，工部郎中钱某私通叛军，工部诸事周平已伏法，一个一个查，一个都跑不了。朝堂大清洗，牵连官员37人，从工部到户部，从京城到或河南，一网打尽。周平、赵德禄、孙德明均已招供。赵崇文贪墨水利款，买官卖官，杀人灭口，证据确凿。张怀远是赵崇文的弟子，参与谋反，罪不可赦。你们栽赃，这是屈打成招。供状上有他们的签字画押，赵德禄的亲笔信，上面有他的私印，刑部已经验过，都是真的。张大人，你还有什么话说？张怀远革职查办，交刑部审讯，其余涉案官员一律停职待查。谁有异议，现在说出来。赵家余党连根拔起，4步走完，1步都没少。怎么样？陛下操劳过度，龙体亏空，昏迷不醒。臣等尽力了。什么叫尽力了？你说清楚。陈大人，陛下虽暂时无性命之忧，但不能再操劳了。朝政不能再让陛下操心了。这个消息瞒不住太久，太子为例，那些被我们清洗的余党一定会抓住这个机会反扑。先生，接下来怎么办？陛下昏迷，朝政由4位皇子暂代。大殿下，您觉得该怎么办？俺不知道，才问你呀。臣不能永远替您做决定。从今天起，您要自己拿主意。消息封锁不住，那些被我们清洗的余党已经在蠢蠢欲动了。我们要早做准备。做什么准备？第一，封锁宫门，不许任何人进出。第二，调集禁军，控制9门。第三，查清楚朝堂上还有多少赵书求的余党。张回远虽然伏诛，但他的旧部还在军中。京郊大营的将领有一半是他的人，他们手里有兵。你怎么不早说？刚刚才想起来，查军中、朝堂、地方一个都不能漏，边境也要盯紧。北狄人不会放过这个机会，他们知道陛下昏迷，一定会趁机进犯。军中我来查，朝堂上的人我有名单。俺去调禁军，控制9门。我去查地方上的官员。9殿下，你继续画图，边关的防御图要尽快完成。好，先生，俺要是想错了，你真兜着。兜着，但你别想故意想错。暴风雨要来了。陛下昏迷前已准臣试办新学，今臣奏请，在全国州府设立新学，取代八股取士。这是败坏祖宗之法，八股取士300岂能说废就废？况且陛下昏迷，你们这是趁人之危。祖宗之法能修水泥路吗？
能治河南水患吗？能打经济战吗？陛下清醒时已经准了事办，现在只是推广。你反对新学，是不把陛下的旨意放在眼里。事办是事办，推广是推广。新学一开，天下士子寒心，谁还考科举？新学之后，科举照旧，但考的不再是八股，而是算术、几何、律法、水利，会比会背书写诗更有用，更能救人。俺支持陈先生，谁反对？先问问俺的拳头。父皇醒了也会同意。新学的银子不从国库出，从抄赵家的银子里出，不收百姓一分税，你们还有什么话说？殿下，新学若办，教师从哪儿来？总不能让学生自己瞎琢磨吧？问得好，教师从工部、户部、刑部抽调官员担任，教材由臣亲自编写。第1年在京城试办，成熟后向全国推广。陛下昏迷前已留空白诏书，今日新学之意写入诏书，宜为陛下旨意。新学即日推行，全国州府限年内设立新学，不遵旨者以抗诏论。第一批学员从寒门子弟中选拔，不论出身，只论成绩。新学只是第一步，接下来是路网，是律法，是国库，一步一步来。先生，您让我们暂代朝政，可我们从来没处理过这么多事，万一出错了怎么办？六殿下，您在边关平粮价的时候，陈文不在身边，您做错了吗？没有。那您现在怕什么？您已经能独当一面了。新学的事您来盯着，从教材编界到教师选拔，从学员招动到考核标准，您说了算。我知道了，我来做。殿下，殿下，边关急报，北狄新王集结10万大军于边境，扬言要为老北狄王报仇，趁陛下昏迷、朝堂不稳之际发起进攻，内外夹击，怎么办？北狄人这是趁火打劫，打一仗至少500万两，国库刚被赵家掏空，现在拿不出这么多，粮草、军饷、服恤哪样不要银子？百姓刚安稳，不能再打仗了，但不打，北狄人就会打进来，边关百姓又要遭殃。守，用水泥城墙守。边关的城墙已经加固过，他们攻不进来，只要守住1个月，他们粮草耗尽就会退兵。九弟说的对，北狄人粮草不足，打不了持久战，守是上策。陛下昏迷，4位皇子暂代朝政，大殿下负责边关城防，2殿下负责粮草调度，6殿下负责边关民刑，9殿下负责工事加固，内外兼顾，缺一不可。干了！俺就不信水泥墙挡不住北狄人。那我去筹粮，京城、江南边关3路调粮，保证不断供。我去边关安抚百姓，开仓放粮，稳定民心，不能让百姓先乱了。我去画防御图，城墙、城门、地道都要加固。去吧，这次我不跟着。先生，您真不跟我们一起去？不去了，你们4个够了。本王可不是舍不得您，就是怕您一个人在京城无聊。那就写信，写长一点。知道了。从废柴到能独当一面，你们用了不到2年，比我想象的快。守将呢？怎么没人指挥？殿下，昨天北狄人攻城，将军带兵出城迎战，中箭没了。俺在，城在，谁再敢沿逃，军法处置。都回去，守住自己的家。殿下，粮草只够7天，3万蜀军，7天能干什么？老人家别怕，朝廷来人了，不会丢下你们的。真的吗？真的。那个人盯住他。3处主裂缝，7处次要，东段最严重。7天，7天打屁呀！北狄人10万，我们3万，粮草只够7天，怎么打？打不了就守，守不住就谈，
谈不拢再打，但不能慌。谈，北狄人会跟你谈，他们要的是城。有人通敌，我在城中发现一个鬼鬼祟祟的人，手里攥着信，往北门方向走，已经派人盯着了。内贼谁？还不知道，但一定是军中的人，知道我们的底细。城墙裂缝，3处主裂缝，7处次要，东段最严重，北面次之。我能修，给我3天。3天，北狄人明天就会攻城。3天，给我3天，城墙比原来还结实。3天，俺给你挡住3天。我去清点武器，箭石、滚石、梁木，一样都不能少。我去查内奸，3天之内把人揪出来。我去准备材料。去吧，3天后看北狄人怎么啃这座城。殿下，抓不抓？等他走远一点，别惊动城里的其他同党。边关副将李成，不光详细写城防部署和粮草存量，不只是报信，连城防图都画了。赵成华贪墨水利款，杀人灭口，你给他报什么仇？赵师提拔我，栽培我，你们害死了他，我报仇天经地义。收了多少银子？说。从他书房搜出来的，北狄王亲笔信。李将军，事成之后，边关归你。李成，你勾结外敌，出卖边关，罪加一等。还有没有同党？有，这3个月，李成和7个人来往密切，我已经记下来了。7个都是谁？东门守备王忠，粮仓管事赵四，赤头营的刘武，名字、职务、来往时间都在上面。王忠，他也是赵雄文的人。六弟说他和李成见过5次面，每次都在深夜。六弟已经派人盯着了，抓，一个一个抓，先抓王忠。赵四，刘武，你们和李成来往密切，别以为没人知道。现在说算自首，等李成先说了，你们就是死罪。殿下饶命！李成说只要北狄人进城，保我们不死。我们一时糊涂。王忠、赵四、刘武勾结内奸，通敌叛国，押入大牢，等候发落。内奸7人已全部控制，军心可稳。六弟，怪不得这么爱记笔记呢。记了这么久，总算用上了。李成知道城防弱点，要改，全部改。从今天起，所有将领轮流值守城，不许单独指挥。就这么办。东段裂缝最深，先从东段开始。水泥灌浆，木料支撑。按标去！北狄人来了，骑兵至少800。开城门，俺去挡住他们。九弟，你继续修。别停，继续灌浆。殿下，您先下去。不准停，这里砂浆不够，再加2口。干！殿下都不怕，我们怕什么？九弟，快一点儿，俺还能撑半个时辰。现在他们攻不进来了。九弟，你这城墙比俺的命还硬。要是出了意外，父皇得杀了我。好饿。殿下，7日期限已到，粮草将尽，剩下的粮食只够明天1顿。3万守军，1万民夫，一天消耗500担。现在库中不足300担，商号呢？
城中商号还有多少存粮？商号不肯卖，说留着等涨价。等涨价，走，去会会他们。粮草将尽，本王今天来不是借粮，是征粮。殿下，城外的北狄人10万大军，万一城破了，有俺在，城破不了。所有商号存粮由朝廷统一征用，战后双倍补偿，不交者以资敌论处。殿下，草民交3000斗。殿下，之前愿一个就交粮食。殿下，草民交2000胜。殿下，草民交1000胜。粮草问题解决了。二弟，你这招够狠。本王的名言，银子不是问题，问题是没银子。围了7天，攻了7次，死了3000人，连城墙都没爬上去。那座城是铁打的吗？大王，大夏的城墙被水泥加固了，撞不开。我们的粮草最多还能撑10天。10天？10天之内攻不下，我们就得撤。大王，不如和谈。和谈？老王的仇不报了，再攻！明天把预备队调上去。明天就是最后一天了，再不打赢就完了。北狄的兄弟们，你们的家人还在等着你们回去。你们为北狄王卖命，他给你们什么？他连年打仗，你们的牛羊都被征走了，你们的儿子被征去当兵，你们的父亲饿死在帐篷里，值得吗？攻城！全军攻城！谁敢后退，斩！撞不动，这城门是铁的！放！墙上有水泥，抓不住，爬不上去。不许退，退者斩！大夏愿意和你们通商，你们的羊毛、牛羊，大夏高价收购，只要不打仗，大家都能吃饱饭。六弟厉害呀！哈哈哈哈哈！攻心为上，北狄军心动摇，逃兵已现，一个部落投降。这座城攻不下来了。罪臣北狄王拓跋雄率部归降，求大夏开恩。哼，你当初起兵想过今天吗？降书300万两，分3年付清。好，殿下，为什么？这笔账是为了边关的百姓。你们的铁骑烧了他们的房子，杀了他们的亲人，这笔账，本王替你们还。这3座牧场以后是大夏的了。记住你今天跪在这里的样子，下次再起兵，就不只是赔款了。他们长大了。4位皇子，谁可为楚？朕在问你话。 4位殿下各有所长，大殿下仁厚能服众，2殿下精明能理财，6殿下亲民能得心，9殿下专注能成事。朕问的是谁可为楚，不是让你夸他们，你听不懂吗？臣听懂了，但臣教不了楚军，臣教的是能做事的人。教不了楚军，那你教他们做什么？大夏需要的不是一个皇帝，而是一群能干事的人。 你这是推卸责任。臣
不是在推卸责任。四位殿下合在一起，才是大夏的未来。陛下若非要选一个，臣选不出来。哼，选不出来，你是教不出来，还是不敢选？怕选错了，将来担责任。臣怕的是选错了一个，毁了其他3个。他们4个在一起，大夏无人能欺。朕知道了，你下去吧。大皇子千岁！二皇子千岁！九皇子千岁！俺九弟脸皮薄，别喊了。父皇，儿臣负责粮草和谈判，功劳最大。没有粮草，大哥的城墙修不起来；没有谈判，北狄人不会退兵。你没俺挡住北狄人，你谈判，你跟鬼谈，吵什么吵？功劳簿上写着呢，1人1份，谁在吵，功劳全扣。谁在争，扣谁的功劳。大皇子守城有功，2皇子筹粮谈判有功，6皇子安民有功，9皇子修城有功，1人1份，谁也不许抢。臣奏请在全国州府设立新学，教授算术、几何、律法、水利4科，取代八股取士。这是败坏祖宗之法，八股取士300年，岂能说废就废？祖宗之法能修水泥路吗？能治河南水患吗？能打经济战吗？能退北狄10万大军吗？就算新学有用，也不能一下子全废了。八股取士300年，士子们学的都是圣贤书，你让他们突然改学算术，他们怎么办？俺支持陈先生，谁反对？先问问俺的拳头。陛下三思，新学一开，天下士子寒心，到时候没人读书，没人科举，朝廷从哪里选官？新学的银子不从国库出，从超赵家的银子里出，320万两够办100个新学，不收百姓1分税，你们还有什么话说？够了，朕意已决，新学推行，陈文任总教师。朕昨日问陈文，谁可为储？他没有答。他说，大夏需要的不是一个皇帝，而是一群能干事的人。朕想了很久，他说的对，所以朕不立储。大皇子守边关，2皇子管国库，6皇子安民心，9皇子修天下，各司其职，各展其才。陛下，这不合祖制。祖制能退北狄吗？朕意已决，让4位皇子就藩，大皇子去边关，2皇子去江南，6皇子去中原，9皇子留京城，退朝。北狄人来了，小股骑兵突袭！开城门，跟俺上！殿下，查账，全部搬走。殿下，今年的收成比去年好多了。新学的年轻人教我们用新法子种地，产量翻了一番。那就好。陛下病情恶化，怕是超不过1个月了。陈文，朕不行了。朕这辈子最大的成就，
不是坐了40年龙椅，是给大夏找了4个好皇子。别跪了，朕问你，他们能撑起大夏吗？能。2殿下在江南查贪腐，大殿下在边关退北谍，6殿下在中原收民心，9殿下在京城设设计署，他们都在做事。朝堂嘛，也称得上重政营朝。朕说过不立储了，他们4个合在一起是大夏的未来，但皇位只有一个，朕选大皇子，不是因为他最好，是因为他最能扛。臣明白。传旨，大皇子继位，2皇子、6皇子、皇子辅政。臣闻你帮他们。臣遵旨。陛下遗诏：奉天承运皇帝诏曰：朕驾崩后，皇长子张承忠继位，改元景和；2皇子顾慈，6皇子王德发，9皇子周通辅政。臣闻为内阁首辅，总领朝政。钦此。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！封2皇子为户部尚书，6皇子为民政尚书，9皇子为工部尚书。臣闻为内阁首辅，一品国师，自仙鹤朝服，总领全朝督导之权。备马，去陈先生府上。先生，这是什么意思？辞官书，臣该交的都交完了。你交完了，朕还没学会，你走了谁给朕出主意？陛下，您已经不是学生了，您是皇帝，朕不准。陛下，您已经不是那个只会打打杀杀的莽夫了。您在边关挡了北敌人，您修了水泥路，您救了河南的百姓，您能胜任。先生要去哪儿？游历天下，看看大夏的路修的怎么样了，哪里的路不好，臣就写信回来骂人。那先生记得骂轻点儿，骂太重了，朕会哭的。治国不是靠空谈，是靠实干。修路、治水、查账、筑城，哪一样是八股文教出来的？哼，实干。八股取士300年，不也治了国？你读过几本圣贤书？八股取士300年，治出了河南水监，治出了赵贪腐，治出了北敌入侵，都是实干治好的。你倒是说说，哪一条是八股取士治好的？你是谁？您是陈国师，国考真题的主编，心学的创始人。先生，你终于回来了，俺们等了你3天了。谁等他了？本王是在检查城防，这城墙是9弟修的，本王不放心。先生，你瘦了，路上没吃饱。路不好走，瘦了正常。先生，你老了。5年了，你们也长大了。考功未绩的梦想，终有一天
会以任何形式实现。